乌克兰危机升级于1年，与一些国家拱火浇油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在3月20号晚，中俄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见上，双方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相关表态被视为积极信号。随着中方为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持续发挥建设性作用，让外界看到了曙光的同时，却让美西方焦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明确表示，不支持中国促成停火，令国际舆论哗然。当地时间3月20号下午，刚刚抵达莫斯科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在4个半小时的会谈里，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和平理性的声音在不断积聚，大多数国家都支持缓和紧张局势，主张劝和促谈，反对火上浇油。历史上看，冲突最后都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不久前，中方专门发表了立场文件，呼吁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单边制裁。我们认为，越是困难重重，越要为和平留下空间；越是矛盾尖锐，越不能放弃对话努力。中方愿继续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普京表示，俄方赞赏中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一贯秉持公正、客观、平衡立场，主持公平正义。俄方认真研究了中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立场文件，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欢迎中方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Конечн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надо проводи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и решать вопросы по ряду проблем, закрепить ситуацию, которая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сложилась, не обострять ситуацию. Насколько я знаю, страны Запада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против проведения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и поставляют туда все больше и больше вооружения. Но над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твердость позиции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этом вопросе позволит, в общем-то, избежать дальнейшей эскалации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外界普遍认为，普京对中方的劝和促谈做出了较为积极的回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普京表示：“我们将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包括你们提出的得到我们高度尊重的倡议。”报道称，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欢迎中国为解决乌克兰问题提出的政治方案，并表明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那普京的言外之意就是研究后我们会有相应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就是普京在表态中所提出的，俄罗斯目前对于和谈是处于这种开放的态度的。值得注意的是，20号，美国国务院宣布新一轮对乌军援价值3.5亿美元，其中包含更多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的弹药。观察指出，美方这次给出的军援金额很小，甚至比拜登突访基辅时给出的5亿美元还少，但时间点却耐人寻味，因此更多是显示一种政治姿态。对于中方劝和促谈的努力，美方的态度却令人大跌眼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甚至宣布不支持中方支持的停火，令国际舆论哗然。The world should not be fooled by any tactical move by Russia, supported by China or any other country, to freeze the war on its own terms. 布林肯抹黑称，中方的外交努力是为俄罗斯提供所谓外交掩护。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国既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危机的当事方，也没有向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美方没有资格对中方指手画脚，更无权对中方甩锅推责。美方声称要维护和平，但人们看不到任何美方致力于和平的实际举措。看到的只是美方源源不断地向战场提供武器，美方应当客观看待中方和国际社会劝和促谈的努力，而不应紧抱冷战思维不放，更不应做冲突延宕升级的推手。外界注意到，月初沙伊北京和解签署协议后，美方也表现出浓浓的酸葡萄心态。这次美方也毫不掩饰不希望中国调停俄乌冲突取得成果。3月17号，拜登表示：“让我们且看看进行的怎么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的表态更令舆论哗然。If coming out of this meeting, there's some sort of call for a ceasefire, well, that's just going to be unacceptable because all that's going to do, Mike, is ratify Russia's conquest to date. All that's going to do is give Mr. Putin more time to refit, retrain, reman, and try to plan for renewed offensives at a time of his choosing. 可能是此番表态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不耻。20号，约翰·科比稍微修正了表态内容。
And look, a ceasefire sounds good. We'd like to see the fighting end. We'd like to see it end today by Mr. Putin leaving Ukraine. But a ceasefire put in place right now, without the Ukrainian perspective even being consulted, basically ratifies what Russia's done on the ground. It basically freezes their conquest to date and legitimizes that. Let alone a ceasefire right now would give Russia a chance to rearm, re-equip, retrain, reman, and then restart operations at a time and place of their choosing. So we do not believe that that's an acceptable solution. 实际上，习近平20号在俄罗斯报和俄新社网站发表的署名文章就指出，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法。文章指出，中方始终着眼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前不久，中国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吸纳了各方合理关切，体现了国际社会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为缓解危机外溢、推动政治解决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谈判专家指出，要想成功斡旋复杂矛盾，必须保持自身客观公正。就俄乌双方的反应来看，对中国的立场是赞同的，这就构成了中方斡旋的基本条件。而一旦像某些西方大国那样拉偏架，就会立即丧失调停资格。对此，俄乌双方也都是清楚的，这也是中国智慧的高明之处。观察指出，一些西方人肯定会对中方的努力鸡蛋里挑骨头，各种指责抹黑。美国想一手借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削弱俄罗斯，一手推进印太版北约，拉近同盟体系，加大对中国围堵，这才是美国的真实目的。乌克兰被美国用作一颗棋子。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政府的态度。3月16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话。秦刚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贯秉持的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劝和促谈。秦刚表示，希望乌俄为对话谈判保留希望，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和挑战，都不要关死政治解决的大门。库列巴祝贺中国近期成功促成沙特与伊朗的和解，并表示，中方发布的立场文件体现了推动停火止战的诚意，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中方立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劝和促谈。中方将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同国际社会一道，为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中方同各方保持着沟通。我们始终是站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既与俄罗斯进行了沟通，也同时也不忽略乌克兰的一些政治考量。我们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多次的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沟通，可以表现出来中方对于乌克兰危机解决的中国的方案一直是秉持着劝和促谈。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世界对中国领导人对俄国事访问高度关注，其中焦点是中国的劝和促谈能改变俄乌冲突吗？您怎么解读？主持人好，希望俄乌冲突和平解决的是绝大多数国家，所以呢，他们都希望中国领导人对俄国事访问能够扭转局势，打开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门。中国外交部呢也说，习近平此次访俄也是为和平而去的。刚刚海外媒体呢都在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就乌克兰和平计划呢提出了非常彻底的意见交换，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双方呢似乎都有所进展。那么从主要的涉事方俄乌的表态看，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可能性呢是在增加。俄罗斯呢称赞中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一贯主持公平正义，因此俄罗斯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欢迎中方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乌克兰外长前几天呢，同中国外长通电话的时候也表示，乌方认为中国劝和促谈的立场文件很有诚意，希望呢同中方保持沟通。这说明了俄乌双方对和平解决争端都没有失去信心，希望中方发挥作用。但是俄乌冲突背后是美西方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战略较量。就在中国接力劝和促谈的时候，美国呢又在给乌军追加3.5亿美元的军援，公开反对中国进行停战协调。欧盟呢也要给乌军提供100万枚炮弹，用联合采购的方式来提高效率。就连日本呢也想继续的攻火打仗。岸田首相从印度击飞基辅，显然呢要给乌克兰军事支持。换句话说，仅有中国的劝和促谈还不够，还要由美西方来支持停战和谈。所以说劝和促谈也很复杂，需要时间呢来进行艰难的协调协商，
要让各方凝聚停战和谈的共识。但是中方坚信呢，冲突最后都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解决。越是苦难重重，越是要为和平留下空间；越是矛盾尖锐，越不能放弃对话努力。只要不断的努力，停战和谈的门终究会打开。习主席这次访俄呢，就是用中国的和平钥匙去打开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门，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国际舆论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中国领导人访俄以后，开始讨论起俄乌冲突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了，谁适合当协调人等等，这就是效果。我个人认为，先停战后谈判的可能性正在隐约的出现。